据环球时报在10月31日的消息显示，在当天，印度终于等到了扩展型寒冷气候士兵着装系统，缩写 ECWCS，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防寒服。这一消息传来，可以说是让印度前线士兵感动不已。这翘首以盼的防寒服，在迟到了1个多月后，总算到手了。不过，印度采购方面却给这份感动泼了盆冰水，数量不多，就1.1万套，这已经是当前全球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最好的结果了。而且，为了凑这么多 ECWCS， 还有不少是从美军士兵手里替换下来的，换而言之，也就是二手货。印度经济时报就刊文指出，目前这种局面对于前线对印度士兵来说依旧是杯水车薪。在数次对峙双方的谈判里，印度先后多次悄然向前线派驻部队，作为自己谈判的底牌。在对峙的最前线，海拔4500米左右的地区，印度已经驻扎着超过5万名士兵，仅仅1.1万套防寒服根本就不够用。而且因为后勤保障的不足，前线士兵的处境已经到达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步，前线等不及了。这也直接导致了目前印度采购部门的窘境，二手的也不放过。当然，印度军方采购二手货这件事情，这在舆论上倒是引起了不少争论。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为了前线能及时用上防寒服，避免减少人员伤亡，二手就二手吧。另一部分则认为这是美军故意的，就是因为知道印度前线等不及了，所以故意把替换下来的二手货出售给印度。需要注意的是，印度采购部门买二手货的事情已经不是头一遭了。比如之前被印度上下吹成一代神机的阵风战机就是这个情况。在第一批抵达印度的时候，有外界明显发现抵达的阵风战机3号机机尾机身部分严重掉漆，甚至右侧机翼的轮廓灯和传感器都没有安装。这显然是从一个二手战机仓库里临时拉出来一架阵风糊弄印度人。再比如，在2019年的年度财政报告中，印度审计局就表示，印度陆军的备装一直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冬装方面，前线血清的缺失率高达90%以上，而且高价采购的战术背包普遍存在二手货情况。更有意思的是，印度人每次买来二手货都是先舆论上吵吵，最后都不了了之，该买的下次接着买，这就让人浮想联翩了。到底是卖家故意欺负三哥，刻意卖二手货呢，还是印度采购部门专门去买二手货？这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美国国防新闻10月30日报道，日前日本国防部与三菱重工签署下一代战斗机研发生产合同。日防长岸信夫表示，日本将在2020年结束前，在海外伙伴中择其一进行飞机技术开发，隐身性能是其下一代战机的研发核心。一说海外伙伴，二说隐身技术，一下就将观众目光转到该国海外最强召唤兽美国身上。这也能体现日本的公关技巧，不直接寻求与美国合作，又在话里话外暗示美国。回到日本逐渐死灰复燃的国防计划上，据介绍，三菱重工被选中参与国家战略计划的重头戏并非偶然。在此前，美国国防新闻发布的全球100强国防公司榜单中排名第21。虽不及美国前3战绩，抵不了中国前8战2，但已然是日本唯一一家具备相关经验的公司。据路透社消息，此次现身三菱的订单将耗资多达400亿美元。要知道，日本2020至2021年的全部军事预算也才503亿，可以说是下了血本。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句，经济基础在一切上层建筑面前的绝对指导意义。就以日本现自卫队为例，1976年，日本宣布国防预算应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的水平。显然 GDP 是会水涨船高的，所以日本在专心发展经济的同时，仍保持1%的精力投入到国防研发领域。虽不能够马上造，但实则一直在养精蓄锐。参考2013年中国传媒的相关报道，从日本的核设施、核技术、核材料条件来看，要想成功研制核武器没有任何障碍。说起来，日本上一代战机 F2 也是与美国合作，1990年与洛克希德联合开发，整体水平类似美国 F16， 但主要操作系统还是日本的。此次三菱的 FX 计划也照旧与韩国下一代战机计划重名，但日韩两国研发条件却大相径庭，美日韩同盟似已名存实亡，最终是日本将与美国同行。路透社相关报道显示，日本下一代战机将与日本订购的 F35和升级中的 F15J 一起运行。据知情人士透露，日本长期感兴趣的是 F22这样具备远程能力、内置导弹的双发引擎战机。F22虽不能拥有，但不排除 F3被寄予这样的期待。
6月的时候，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作为 F2 项目的合作者，对于日本进一步深化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机会表示出相当程度的兴趣。波音公司也对 F3 计划有所期待，甚至表现出几近满分的服务态度。我们一直在寻求与日本合作的机会，并愿意与我们的潜在客户进行讨论，以了解我们能够如何满足他们的安全需求。莫名有些卑微。日本经济部门发言人表示，这是多年以来最大的战斗机合作项目之一，招标计划涉及100架战机规模的期望。工信部门表示，日本希望在2021年3月结束之前开始设计 F3 机身与发动机，并在2024年正式开始研发，预计2028年进行飞行测试。此外，日本将采购147架 F35，其中包括42架垂直起降型 F35B。在如今形势下，日本决心重启本土战机计划，其目的不言而喻啊。俄罗斯卫星社10月30日报道，美国太空军发布的招聘广告词写着说，让我们不仅为不久的将来做好准备，也为22世纪做好准备。这一下就把人的思绪带飞到了80年以后，这也令人十分钦佩美国各界的善于想象。如果没有人造卫星，地球人的生活将和卫星信号一样被扰乱，而未来的日子里，人造卫星受到自然和人为破坏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大。保护自然、反对人为干扰的挑战将再次落在美利坚人民的肩上。对于美国方面日常喊口号“我们即世界，我们的利益即世界的和平”，想必在座的都屡见不鲜，颇有些厌烦了。作为科幻片的制片大国，美国提出的22世纪的挑战是有些早，有些惊世骇俗。但是不得不说，既然美国首先提出来了，并且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了，那么他所倡导着的威胁就有真实实现的一天。不过不是被美国所说的恶势力所实现，而是美国打着反对恶势力的幌子，亲自将其实现，成为世界人民头上悬着的恶势力。国际网友们一眼就看出了早已被美国玩坏的把戏。网友自由世界当即点破，现在美国这是想把战争带向宇宙啊！汤姆1号不吝于最坏也是最准确的猜测，也许这就是美军正在51区做的事情，他们在建设备。Andromeda 回复汤姆1号，带着对美国人的嘲讽说，如果他们真的在搞，那也离不开中俄的帮助下，没有俄罗斯，美国人连近地轨道都上不去，就很真实。广告旁白还有以下描述，以每小时27000公里的速度，1枚硬币大小的金属块都能变成武器。太空军的建立必然会保护美国以及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梦想。我们的太空军将带领我们跳出大气层思考，在太空环境中求得生存。报道称，这些语言组织起来，就像在说想在太空向地球投射制导导弹一样，毫无公德心。近几年，俄罗斯、中国、印度都在提及反卫星导弹和干扰能力建设，但一直以来是美国在不断测试这类武器。美国太空军的存在完全不是为了所谓的太空自由，而是为了美国正在逐渐旁落的太空霸权而被提起。但如果美国希望的话，不顾全球人民的反对，依然希望的话，那么众叛亲离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正如旁白中说道，22世纪的每一天，人们都活在太空作战的影响之下，地球只是成功的一半。也许曾经美国那么多星际争斗的影视作品，就预示了这一天吧。只是他们忽视一点，过早暴露目的，野心会夭折。二战已经过去了75年，但我们看到仍然有少数国家崇尚霸权，崇尚武力。如果只是对内如此这般，那外界也犯不着说什么。但是偏偏就有对内自由散漫，对外磨刀霍霍的国家。印太局势就在美国的多番侵袭之下变得越发严峻。对中国而言是如此，俄罗斯方面也并不太乐观。塔斯社甚至整理出了一个独立的话题版面，罗列外界对俄罗斯制裁决定的一些消息。10月2日，美国宣布对俄单方面军事制裁延长2年，这2年内，俄罗斯的军火外销将依然受阻。10月5日，俄外长回顾了欧盟市场对俄罗斯产品的反进入决定，并称可能予以回击。有关决定的报告中公开的带有偏见，并对俄罗斯商品设置了更多的限制，而欧盟也随之将俄罗斯多家公司列入市场准入的黑名单。尽管外界对
比如和印度，这样俄罗斯以后的发展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虽然说中国也需要从俄罗斯买入设备，但我们更希望得到技术。印度就不同了，正在试图脱离美国魔爪的印度，即使想迅速创新独立，势必还要依赖俄罗斯的军事进口一段时间。而中国方面也显得较为谨慎。南华早报10月25日消息称，对于中苏协议瓦解之后，俄罗斯首次暗示结盟的表态，中方观察家们认为，破镜难再圆，但是这种希望是好的，至少是友善的标志。